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志雄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春风首款4缸跑车500 SR 嗡嗡嗡的动态体验视频啊。外观与设计我们简单聊两句。这些天看下来，争议主要有2处，第一个是头部，第二是尾部。头部表情包，尾部翘高高。大家比较中意的点有，这个高位的排气，高高隆起，帅气精致。还有像这个外观，在国产车里头还是有稀缺性的，迎合了部分人的审美，以及像仪表啊这些春风一贯的优势，都是大家喜欢的内容啊。也有几个关注的点，比如说这个排气到底烫不烫？经过我的实测与抚摸啊，可以这样说，误触碰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伤害。这个防烫件还是挺有用的啊，但是它是一个金属件，现在40多度，如果你要贴脸贴上去的话，那不是烫不烫的问题，而是傻不傻的问题。还有副驾驶乘坐的感受啊，我们插入一个图像，大家可以做一个感受啊。体位崎岖，画风鬼魅啊！这个车座是795、165到180的骑士应该都可以轻松驾驭。直列4缸，82.9匹，61个千瓦高转发力。凌厉有点凶悍，迅猛但不残暴，属于肌肉 Hello Kitty 这种设定了。那这个车骑起来到底怎么样呢？请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吧。好，我们来录一下500 SR 春风首款4缸小跑车的动态体验视频啊。分离式的手把，按键模组就是家族传统的那一套，跟450 SR 基本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如果您是春风的用户，上手就没什么难度啊。我们先进入到后台，车机逻辑也非常简单啊。我们把快排啊这些东西都打开，打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了，对吧？先点火给大家听个声音吧。怎么样？4缸的声浪还是比较绵密和好听的，对吧？我们开起来聊啊。今天其实来参加500 SR 在杭州举办的试驾会，这个场地很大也很空旷，这段时间就属于我自己可以放开的揉啊。我们在这里随便骑，上来先感受一下油门的调教怎么样。在低转速和低档的情况下，这个油门反馈怎么似曾相识啊？我们掉一下头再来试一下。这个油门的感觉在转速比较低，你刚结合上，比如在1档你刚起步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闯动的，很像450 SR 24款之前老的那种版本啊，没有那么线性和跟手。然后我再来试一下它掐着一个转速和油门骑怎么样，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像450双 R 啊，前期早些的版本啊，油门闯动是比较厉害的，你定的一个刻度来骑，维持一个速度相对都是比较困难的啊。那么通过我的感受，我定在20和30骑的话，还是可以平稳的、比较平顺性的定住的。那这个油门怎么说呢？因为450 SR 24款以后已经调得比较平顺了，挺跟手的，所以春风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呀。那么500 SR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呢？后续能不能通过 OTA 的方式来改善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整个骑下来啊，就是因为之前录这个画面之前我已经骑行过了，油门的行程还是比较长的，是不是为了配合它这个15000断火的这个转速啊，对吧？前段你要拧半天才能拧到相应的这种行程。开起来以后，就是速度上来和转速上来以后，我又觉得油门的反馈啊、跟手的程度方方面面感觉是可以的。然后它表底是15000断火，然后整个前半段的行程，大概我的体感就是8、9千转以前，这种动力的输出怎么说呢，都是比较一般的，不会给你很澎湃那种感觉啊。我自己的感觉还不如450平台，你看450 SR、450 NK 给你的动力输出那么强劲的啊。这2天刚好机车圈拉了那个马力图嘛，我们把它拉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。那事实上就是在7、8千之前，它的扭矩输出和马力输出都是不如450 SR 的啊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车15000断火，你标准的或者比较舒适性的一个骑法，应该是要拉到8、9千转，你才能感受到那种动力的那种澎湃和输出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整体的机械素质方面的话，比如说离合的结合点呀、打档呀这些方面，我觉得做的还都是挺 OK 的。打档的感觉，有朋友说这个空档不太好找，但我自己体验下来就还好，可能需要你一些适应啊。好，我们转到这边大直道试一下刹车啊。好，拉一下刹车。这个制动性能还可以，但这个手感怎么感觉一般呀？还是我们掉过头来再重新刹一下，感觉一下，速度拉起来。
制动的力道是够的，但这个上泵手感可能还可以再优化一点，前段有点软，甚至你可以说是有一点空行程那种感觉。日常驾驶的话，感觉需要2指啊。但是在这里不停的转圈圈，我感觉450 SR 这种操控性能啊，还是一如既往春风的强项啊！你别看它是一个4缸机4缸的小跑车啊，高转你拉起来，但是它左右啊、重心转换啊，感觉都挺棒的。包括我在这里绕圈啊，整个悬架那种支撑性啊，感觉都是不错的，灵活性、操控性一如既往的是有春风对于跑车那种调教功底在的。但就是8000转以前，整个车身那种动力响应啊，我感觉是一般，你那种扭矩输出给你身体那种拉扯感，感觉不是很强劲啊。我们在这里拉一下，大家看。对吧？在8、9千转以前，转速起来的其实是比较慢的啊。但这个车啊，你只要把转速拉起来以后，它完全给你的是另外一个感受啊。车子一过8、9千转，那种高亢的声浪啊，这种动力输出一下子就传到你身体上了啊，引爆那个爽点啊。这边有一个减速带，我们过一下啊。前面还有再通过一下，感受它悬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？我觉得支撑性还是不错的，包括过滤这种滤震挺干脆的，没有什么余震啊。这套悬架老实说，比我想象当中调教的还更有韧性一点啊，支撑性挺足的。除了前减在我重刹的情况下下前量有一点多以外，剩下的挺照顾你运动性的一种表达的，比我预想当中啊。因为这个车之前大家说啊，可能适合街跑啊，这种造型啊，怎么样，我都担心它会调得特别软。但是我经过我今天的体验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，超过我预期的一种感觉啊。这个车8000转是一个很明确的点，在这之前的话，不如450 SR 给你的那种感觉啊。但是过了那个感觉，大家听一下。对吧？因为它15000断火的话，基本上你在中转的这个速域骑，那就是得维持在8、9千转骑，这个车的爽点一下子就来了，这才是它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啊。发动机的震动和震动抑制方面，我们也来聊一下。在国产的4缸跑车里面，我觉得做的也是比较好的。大概在8、9千转，也就是说动力澎湃一下出来的时候，震动也随之而来，在座椅底下、脚踏处都能明显感觉到颗粒感比较小、比较细密、酥麻的那种感觉。怎么形容呢？你要对比一下本田的 CBR 650R 的话，它在6000转大概就可以传递出颗粒感是比较粗的，像小石子那样，叶问啊，在捶打着你。然后500 SR 的话就非常细密，像小沙子一样啊，连续的快速的敲击着，比较酥麻的那种感觉啊。但不同之处在于650那个震感来了以后，6、7千转我身体直接就可能下命令要换挡了。但是500 SR 那个震动传递过来的时候，我还是愿意维持，甚至还可以继续给油门，你知道吗？那种4缸那种声浪也好，动力的给你那种响应也好，你身体和车辆那种沟通也好，感觉震动不是这个车的一个槽点或者问题啊。然后今天也骑的时间蛮长的，总体而言500 SR 性格还是挺鲜明的啊。前段的话，你日常走街这样骑，当然也没有问题。但这个车真的，它高转机你还是要拉起来骑，才能感受到小4缸跑车的那种乐趣嘛，对吧？也是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啊。它绝对算是一个健体 Hello Kitty 这样的选手，就是你看到它文质彬彬又挺可爱，呆呆萌萌的，对不对？你骑上它，你转速没起来之后，的确给你这样的感受。但是当你把这个速度拉起来以后啊，就好像健体选手脱掉衣服啊，哇，那种肌肉，对吧？肱二头肌、胸肌啊，那种刻度、那种力量感啊，整个性格一下就传递出来，这才是它的真实面目啊。欢迎大家到线下去实地感受啊。500 SR 我觉得还是一台挺有意思的车。